中国吃货在世界上都是享誉盛名的，只要哪里的动物泛滥，其他国家首先都会想着求助中国。而中国网友首先想到的就是能不能吃，怎么吃才好吃，甚至煎烤蒸炸都可以不重样的幻想一遍。这不，最近非洲红猪泛滥成灾，非洲网友开始在网上向中国网友求助，希望中国引进非洲红猪，替他们解决一下这个灾害。这里是150，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。这一求助立马炸了锅了，非洲朋友吃肉不行啊，猪居然都能泛滥，这不就是葱姜蒜加一把辣椒的事儿吗？但事实远没有中国网友想的那么简单。非洲红猪也叫红河猪或者非洲野猪，是非洲体型最小的一种猪。这个猪有一个特点，就是长得特别好看，全身的皮毛都是橙色或者红棕色的，站在猪群里就像猪中贵族一样。按理说，在非洲这个奇虫猛兽聚集的地方，非洲红猪有如此显眼，肯定会遭到多方猎杀，数量应该会直线下滑。可为什么会泛滥成灾呢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？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失去了天敌的制约。非洲红猪的天敌是豹子，但是由于豹子皮毛好看，遭到了大量捕杀，加上栖息地的迁移，非洲红猪失去了制约，开始大肆繁殖扩张。而非洲红猪的繁殖能力特别强，每年可以产下2窝猪仔，每窝猪仔会有3到6只小猪，一年就是10只左右。而到了第2年，小猪发育成熟，也可以接着繁殖产崽。这种恶性循环一旦开始，将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，就像美国泛滥的中国鲤鱼，澳洲四处溜达的野兔，泛滥成灾后管理也会非常困难。其次就是红猪适应环境的能力特别强，在它小的时候，为了躲避天敌的追杀，经常会躺在地上装死，捕猎者看到就会失去食欲，从而使自己获救。而它长大后，逃跑速度变快，就会不屑于使用低级的装死技能，它会快速逃走，或者看到河流就跳进去，因为它游泳的能力也很强。而非洲红猪也不挑食，它是杂食性动物，基本上有什么吃什么，像枝叶、木薯、嫩草、树根、泥土都在它的食谱上，甚至连昆虫、蜥蜴、腐肉它都能一一吃下。缺少天敌而食物又充足，这也让非洲红猪发展迅速。非洲红猪性情十分凶猛，俗话说1猪2熊3老虎，猪的位置排在了老虎的前面，就可以看出猪的实力也不容小觑。它们经常会6到10头群居在一起，当遇到侵袭时，非洲红猪会毫不犹豫地冲向敌人，全部一起抗击敌人。它还会主动攻击人类，火爆的脾气一上头，直至把人类拱翻才会罢休。虽然非洲红猪小，但成年公猪也能达到115公斤，100多斤的物体朝你冲撞过来，也能造成不小的伤害。非洲红猪的鼻子两侧有2颗凸起的小尖牙，一方面撞击敌人时保护面部不受伤，一方面尖牙能够插入敌人体内，给敌人造成实质性的伤害。大多数情况下，非洲红猪是在夜间觅食，它们往往会误踏农田，翻找喜欢的食物，毁坏了农作物，给当地人造成了很多危害。而随着非洲红猪泛滥，人猪矛盾不断升级，但是非洲人始终未做出什么实质性的预防，是因为他们不吃猪肉吗？在非洲，有1半的人口是信奉伊斯兰教的，伊斯兰教的教徒不能吃猪肉，是因为他们信仰的真主安拉在古兰经里提过禁止吃血液、猪肉等，所以非洲红猪能在非洲人什么都吃的情况下逃过一劫。而至于剩下另一半吃猪肉的非洲人，则认为非洲红猪特别脏，因为他们会吃腐肉、昆虫，人们担心红猪身上带有病毒，所以一般只吃家养的猪，而市场上的猪肉价格甚至比白菜便宜。中国人喜欢的猪蹄儿会被当边角料切下来丢掉，
很多非洲富人从来不吃猪肉，猪肉只有底层人民会食用。当然，更多的原因可能是逮不到非洲红猪，它的动作敏捷，一般很难被抓住。曾经，当地政府为了治理红猪泛滥，把70万当作奖金举办猎猪大赛，但是效果甚微，奖金始终未能被领走。而近些年，喜欢打猎的很多人会去猎杀红猪，虽然小有成果，但猎杀的红猪也仅是红猪数量的9牛1毛。非洲红猪仍然威胁着当地种植的农作物。原本一个种群的密度要控制在每平方公里1到6头，但现在泛滥的红猪密度已经达到了每平方公里18.4头。对此，非洲的朋友就想到求助中国，希望中国能够帮助非洲引进非洲红猪。中国作为一个猪肉生产大国和猪肉消耗大国，2017年以产量5340万吨遥遥领先，比第2名欧洲联盟足足多了3000万吨。近年来，我国猪肉一直都是呈现紧缺的状态。有科学家预测，2020年的猪肉缺口会在10万吨，2021年生猪缺口在8800万头。非洲红猪是典型的瘦肉猪，肉质会比较有弹性。对于中国来说，引进也是一件好事。况且，河南牧业经济学院的教授研制出的肉质香嫩猪，就是以非洲红猪为副本进行育种培育的。这对中国来说，既能解决中国的生猪缺口，还能让餐桌丰富起来。但是，任何物种的引进都会带有风险，我们无法预知这种生物在往后的几十年不会发展成另一个模样。就像我们以前经常吃的福寿螺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福寿螺引进的时候，因为味道鲜美，广受喜爱，但是现在却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而且我们也无法预知引进的非洲红猪是否携带着非洲猪瘟。红猪作为天然水库宿主，感染病毒后是不会出现临床症状的。要知道，一旦感染本地猪，将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。况且引进的非洲红猪可能会携带寄生虫或者病毒，盲目引进可能会带来很多新的问题。其实，野猪泛滥的国家不止非洲，像日本泛滥的辐射野猪数量更是达到了3万头，这个才是真正无人敢吃的野猪。但是由此也衍生了新的猎猪职业，也可以对非洲红猪进行圈养驯化，这对非洲来说可能会更加有利。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，如果您喜欢熊探长的视频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评论加关注，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。